这个首歌是中国的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典范。我想，义勇军进行曲的词组织天寒现象，表示敬意。田兄，来，你今天要是不说两句啊，是不能离场了。那我就讲两句。同胞们，桂林的兄弟姐妹们，就像我刚才的歌词一样，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同胞们，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要为抗日救国而奋斗，要把日本人轰出中国去！赶出去！赶出去！曾经有人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过来，会震惊全世界。这次，我们文化界同仁齐聚桂林，就是想让我们的作品变成刀枪，变成剑。我们要用作品点燃我们国民的魂，要让这头狮子彻底醒过来。好。我们要团结起来，为国家和民族而携手奋战。我们要牺牲一己之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之生命，求民族之生命。要鞠躬尽瘁，至死不渝。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家园正在饱受涂炭，所以每一个文化人都要拿起你们手中的笔，一致对外，抗击日寇，振奋我们的军心，安抚我们的同胞。主公啊，这就是在抗战当中进行的一场新文化运动，所以拜托诸位，每个人都要尽到自己的力量。谢谢。受导演组的委托，我代表本剧导演组向全体演员做话剧1年间的导演阐述。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7年8月至1938年8月这1年之间。我想问问大家，1937年发生在中国的最大事件是什么？中朝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我中华民族发动了全面而野蛮的侵华战争。话剧1年间，就是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发生在沪杭线上某个小城家庭的故事。第一幕是从乡绅刘爱庐为他当上飞行员的儿子瑞春完婚的喜庆气氛中开始的。儿子大婚，父亲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瑞春的姐姐和姐夫以及挚爱亲朋们都从各地纷纷赶来，恭喜道贺。就在大家欢庆的时候，瑞春的飞行学校突然打来了加急电报，命令他第2天必须返回飞行学校归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前不久，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第2幕，瑞春毅然回部队去了。从此，全家人就天天守着收音机收听广播，关心战事。可天天听到的都是一天比一天还坏的消息。淞沪会战爆发，厦门沦陷，徐州沦陷，人们越来越处于焦灼之中。可终于有一天，全家人收听到了中国空军第1次击落了日本战机的消息，全家人为之大受鼓舞。就在全家人都在忙作一团的时候，有人来告诉他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东洋鬼子打过来了，很快就会进入这座小城。小城的居民们已经开始抛家别舍的逃难去了。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诸位啊，你们都是我们戏剧界的精英啊！我们要用我们的戏剧作品，鼓舞更多的国人去抗日救国呀！
点。你们那边扶直啊，你们拉直啊！华先生，我是李克勉。你好，你好，我代表。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下来呀！快下来，快下来！为了这批无私的安全呐，我们特意选了几个代表，大家也都一起跟着过来了。我代表八路军向我们这一次一起来的海外侨胞们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同志们，这一次海外侨胞为我们捐赠的卡车和物资太珍贵了，又千里迢迢运送到了国内。在我看来，这不是一辆车，而是千千万万海外侨胞们的一片爱国之心。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相持阶段，海外侨胞们对我们慷慨解囊，这极大的增加了我们获得这场战争最终胜利的信心。我代表八路军接受捐赠。将士们，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我们深知自己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的侵略，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正在饱受欺辱。每每想到这些，我们就像十指连心一样，痛心疾首啊！好在我们有和国内通情的渠道，我们听到了太多中国军人保家卫国、奋勇抗敌的事迹，我们是又感动又放心。有你们保卫中华民族，我们就一定能够消灭侵略者。我代表南洋所有的华人侨胞，向抗日英雄们敬献一面锦旗。血肉长城。李先生，我要和抗日英雄们一起合个影。华先生，来，大家打起精神，看我这里啊！1、2、3。怎么多了这么多书店啊？这么搞下去，我都得喝西北风了。我有急事。先生，没规矩。对不起，我这着急上火了，主任。你3天2头心急火燎的来闯我办公室，你想干什么？哎呀，我的大老板，你坐在办公室里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咱们那个书店马上就要关门歇业了。那以前全桂林就咱们一家书店，那小日子过的，对吧？您年年这个分红也不少。把门关上。有事说事。主任，麻烦你上这个桂西路去看看去吧，都成书店街了。我就去了趟长沙，回来一看，世界大变。你说咱们小小的桂林，开那么多家书店，那谁还有饭吃啊？啊，主任，这事儿你得管。啊？你让我怎么管？您是文委会主任啊，你有权利让他们全部关了，放屁！一个小书贩，你懂不懂政治啊？这些事背后都是有背景的。哎呀，那你这么说，那我也没办法了，那就只能关门歇业。那您这个年年的分红，那也就到此为止了。王文斌呀，王文斌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多书店开起来，人家也不是贴着钱做买卖吧？是不是？人家也得挣钱养家糊口吧？怎么人家都能挣到饭吃，你怎么就能喝西北风啊？还不是你本事不够吗？你多跟人学学，多去学一点，总比你3天2头到我这儿来诉苦要好得多。真是。我还要开会，你赶紧走。
秃脑子。王若斌，好，还有呢？王耀可，好的，柯总，哎，坐。通过重庆几次义演，我们已经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我打算去上海采买一些印刷设备。可是上海现在被日本人封锁得很紧，我想来问一问你，有没有些特殊的运输渠道可以帮我们一下？可以，这个事情我来想办法。但是中日最近在长沙对峙了很长时间，日军迟迟不进攻，其实是他们想要时间扶植汪精卫集团上台。国民党内部最近也是暗潮涌动，反共势力有所抬头。就在昨天，中共湖南的《观察日报》被长沙政府当局给查封了，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难道老蒋又要制造一个412吗？《观察日报》可是我党的重要刊物，他们会不会在桂林对我救亡日报也下黑手啊？这个我们无从得知。不过，《观察日报》是有一套完整的印刷设备的。这件事情一出，恩来同志指示我们，让我们团结一切桂林的出版力量，尽可能的把设备抢出来。这是个好主意啊！这样既能解决救亡日报的出版印刷问题，整个桂林的文艺界出版印刷问题也都解决了。这件事情宜早不宜迟，我们要赶在《观察日报》资产被查封之前，把这些设备全都买下来。好，那我去联系一下各家，跟他们商议一下。等一下，这有一份名单，按照这个找吧。我知道了。上峰回电了吗？刚刚回电。念。戏子舆情，不足为虑，继续蛰伏，切勿盲动。什么？切勿盲动？小动不补啊，大动吃苦。这上峰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按照你的这份名单，我们已经凑齐了收购印刷厂的费用，明天就可以去长沙，去把印刷设备都采买回来了。我在想啊，就算我们能够顺顺利利的把这些设备运回桂林，也并非万事大吉。长沙军政府可以查封《观察日报》，并且没收资产。那桂林呢？一旦变了天，广西也来这么一手，我们怎么办？国民党的脸真像5、6月的天，说变就变。看来我们还真得未雨绸缪才行啊。我在想啊，不是有10家出版商一起收购出版社吗？我建议啊，救亡日报成为第11家，这11个出版商一起出资，合股成立一个西南印刷厂。总经理呢，就由你们印刷科的沈敬之同志担任，刚好他是党员，这样就能够把印刷厂的权属问题从救亡日报当中剥离出去。即便广西变了天，印刷厂也不会受到牵连。好啊，这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简直是妙。哎，那我赶紧回去准备准备，明天去长沙的事儿。你可别小看了这次设备的运输，那是困难重重。有些事情我还没跟你讲，这一次全是恩来同志精密部署，调动了一切资源。要不然，就算长沙没有没收这些资产，我们也不可能把一个印刷厂搬回桂林来。那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谁才稳妥呢？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上级指示，这次既要办成，又不能挑起两党争端，影响抗战大局。那如果国民党进行阻拦，甚至破坏印刷设备怎么办？那救亡日报不就停刊了吗？所以你必须保证任务顺利完成，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主动开枪，这是铁的纪律。明白。行动小组准备的差不多了吧？物资已经上车了，我再去看一下。好。同志们，全国都处在战时状态，这个时候要把设备运回来，想必困难重重。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打起精神，做足准备，准时的、安全的把印刷设备运到目的地。有没有信心？有。出发！
你们瞧，这不识货的呀，这些宝贝疙瘩在他们眼里就变成废铁了。再宝贵的东西，也是用它的时候值钱，用不上了就是废铁。收购协议我们拟好了，您看看，没什么问题，我们把字一签，你们就运走。这样，李处长，你检查一下，要是协议上没有什么出入的话，咱们就签字付款。大老远来一趟，也算是办成一件事儿。是。兄弟，哪部分的？我奉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之托，将这批物资送至第9战区。李克农，这名字有点耳熟。中国姓字不过百，书不过千，重名重姓的多了。哎，先看一下。看来友军还是有点家底的嘛，竟然能给我战区送军需。长沙大战在即，抗战不分你我。这批物资是前线急需的，请尽快放行吧。虽然你们是来送补给的，但是仓储也是有严格规定的，还请你们见谅。好，明白。叫大伙儿把武器交一下。是。放行。手续办好了？办好了，办好了。现在的计划是打算走桂林路线，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需要辆车，你们能想想办法吗？要打仗了，长沙的社会车辆都被战区的司令部征用了，我们还真没办法找到车辆。于处长，你想想办法。是。我提醒一下啊，这堆烂铁啊，你们越早搬走越好。晚了，我怕长沙文管会来找麻烦的。行，我去处理。要不你给我开张收条，这一道道关卡回桂林，怕遇上什么麻烦。这个你放心，我现在就给你开证明。多谢啊。只要在第9战区内，没有任何关卡会找你们的麻烦。好的。右转。冯科长，今天您怎么又来了？还有几个需要没收的文件没有完成，我们来补上。什么手续啊？报社的印刷厂要查封。哎呀，冯科长，实在对不起，您呐晚来了一步。哈哈，什么意思？我们刚刚把印刷厂啊当废铁变卖了，协议都签了。第9战区战时管制条例，你不懂吗？我当然知道了，哪敢不服从政府的号令呢？协议作废，不响应政府号召者，枪毙出征。可这协议都签，要枪毙谁啊？哦，这位是，我是孙凌，是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3厅厅长郭沫若的命令前来办事儿的，是郭厅长的秘书，孙秘书。冯科长，我今天的身份呢是一桩买家，就是你所说这份作废的协议的甲方。这，孙秘书，在下冒昧一问，这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什么要大老远的从重庆跑到长沙
来购买。长沙大战在即，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关注重点，我们从重庆来长沙公干，有什么问题吗？在下不是这个意思，在下只是对孙秘书您这桩生意不甚理解。这个是郭厅长的意思，我呢也是奉命行事。您看呀，现在是战时状态，而恰巧又是我们接到上峰命令前来查封的时候，这未免太巧合了吧？你觉得巧合？那是因为阁下在办公室里坐得太久了。我们政治部第3厅是干什么的？那是抗战的宣传核心。我们有无数家报社、出版社在运作。郭厅长让我来收购他们的设备，以满足当前的需求。请问冯科长，我们有违第9战区战时管制条例了吗？不，对不起啊，孙秘书，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要不这样，您稍后片刻，容我回去向我们上峰报告。冯科长，回去记得如实汇报。是。我也为我刚才不适的措辞向您、向郭厅长道歉。孙秘书，运气太好了，运输车辆解决了。八路军，孙秘书，现在是战时状态，军事管理很严，政治部运走是一回事，八路军运走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你说的有道理。哎，你从哪儿找来这几辆八路军的车？我正想去商量借车的事，一出门就遇上了这辆车，拦下了一问，正好人家是来给第9战区送军需物资的，交完货正要空车返回桂林呢。所以，他们愿意给我们这个顺水人情啊。对，哎，这是我们政治部第3厅的秘书孙玲。孙秘书好，我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刘树。你好，孙秘书，今天这事儿恐怕真的不行啊。为什么？不行，正好，长沙现在本身进出就困难。要不是这位同志哀求，我也不愿意来。哎，兄弟，帮下忙！现在整个长沙的车辆都被战区司令部给征用了，我们实在是找不着车辆。这位不是说不行吗？什么？你们八路军的军车离开长沙没有手续吗？当然有啊。第9战区第1路条。可是孙秘书，现在你们真的不能走啊！孙秘书，如果不能马上装车，我可等不起，我还要赶回去给别的战区送物资呢。兄弟们，上车！你稍等一下，你让我们再商量商量。冯科长，你一定知道，我们现在在长沙找辆车是很困难的，我们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是，可是我还是得向上峰请示啊。你们倒回去请示了，我回去怎么向郭厅长交代呢？让他们先把这堆设备运走，我回去亲自和你的上峰交代。孙秘书，告辞了。等等，刘树是吗？你给我听好了，现在是两党合作抗战的非常时期，即便你所属中共，但是在战争序列上来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命令你也必须服从。我服从命令，装车，兄弟们，装车！是。不是，哎，孙秘书，走吧，我陪你们回去和你的上峰说明情况。哎，是，多谢孙秘书，请，快，上车！回行政呢？走。谢谢我来了。好。哎，长官，哎，谢谢长官。例行检查。长官，我们着急，放行吧。
接到上峰命令，严查载有印刷设备的军车。是。刚接到上峰命令，检查载有印刷设备的军车。熄火，下车。我让你下车，你聋了吗？你这车上装了什么？我是给第9战区送物资的，我们很着急，放行吧。我再问你一遍，你这车上装的什么？反正不是武器，很着急，请放行吧。我看是印刷设备吧。物资车拉的肯定是物资啊，怎么会是印刷设备呢？还嘴硬，不见棺材不落泪，给我收！是。报告，长官，车上装的全是粮食。长官，还有什么事儿吗？我们真的很着急赶回去，请立刻放行吧。谢谢长官。出发！这里也不安全，动作快一点的，抓紧离开，快点办！是。科长，你这是神机妙算啊！那关下对军车严格搜查，对我们牛车是视而不见。这哪是我的神机妙算，这都是科农处长的周密安排。没有科农处长，我们连长沙都出不来的。快点搬吧！好。在这一刻，也要担起家国的道义来，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陆燕，你走出来了。谢谢。你终于走出来了。谢谢。
夏总编，鲁彦兄。哎呀，夏总编，我是来向贵报投稿的。最近一直没有去打扰你，但我心里头特别盼望着你能来啊。彦兄，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真的，是你让我走出了书斋，融入了时代。这感觉真的太好了。我怎么说呢？我想跟你们一起战斗。太好了，鲁彦兄，我们桂林这个文化阵地，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你王鲁彦。不敢当，不敢当。来，请。哎呀，夏元兄好闲情雅致啊！来，小猫咪，我跟他一起坐吧。我来点。开岗！各位，欢迎光临，请进。哎，里边请啊，里边请啊，多多捧场，欢迎光临啊，里边请。哎，您里边请。波乐老板，这年头敢在这边开书店是需要勇气的，你们带了个好头啊。嗨，您这么说啊，那可就落后了。您再往前面走走，前面的实学书局星光书店已经开业好几天了。是吗？啊。战乱之年，桂林怎么一窝蜂的都开起了书店、杂志出版社了呀？实话跟您说吧，我们是广州沦陷之后才逃难到桂林的。本来呀就是干这个的，业务呢也比较熟悉。后来我们发现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是越来越红火，我们一合计，还是干回老本行吧。啊，是。哎，您瞧见没有？那边呀还有好几家书店，过2天也开张。啊。这热闹啊，大家伙一起凑吧，说不定啊，还真凑出一个大气候呢。您说是不是？是。哎呀，行，老板，那祝您生意兴隆。好，多谢，回见。您慢走，常来啊。哎，哎，里边请。好了，彦兄啊，各位留步吧，留步。好。鲁彦兄，哎，以后啊，多向我们思考。哎，老雷，你这话也是多余。以后鲁元兄就是我们报社的专栏作家了。是，彦兄说的对，我通过你们呀，我真的是找到了家的感觉，又找回了青春，大恩不言谢了。咱们来日方长。好，告辞了。好，告辞。王伯生，那你们请回吧。好，告辞了。夏总编，哎，孙玲，好久不见。你不是在厅长身边吗？怎么来桂林了？这个说来话长，咱们里面说吧。好，快，里面请，请。请，这坐。老弟，你来找我有什么话，你就尽管直说吧。好。其实这件事儿呢，在我心里已经搁了很久了。我现在想清楚了，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儿给办起来。到底什么事儿啊？我想在桂林开。
小孙，哎，你说的很好。来，坐下。哎，但是你的这个报刊不能办在重庆，因为重庆对报刊的政治审查太严。哦，那我去延安。延安那边，抗战文化运动已经搞得风风火火，反而是国统区这边还差点劲儿。你这块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啊！我明白了，厅长，您的意思让我也去桂林办刊？哎，对，桂林的情况是这样。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尽管来找我，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好吗？太感谢了，夏总编。我能请问一下，是哪位把我安排在这儿的吗？离你们这么远，我可以离你们近一些吗？编剧夏衍先生最具智慧的一点是，我觉得没有把这样一个故事从卢沟桥事变这样一个大的事件中展开，而是描写了一个护航线上一个小小的普通的家庭，高级。那么我和夏衍先生呢也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不期望凭借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是谁？就是在座诸位要去饰演的剧本中每一个鲜活饱满的人物。我要你们和他们一起去还原到那个时代场景中，跟他们共同去承受那一份现实的残酷，那份鞭打甚至是残忍的伤害。我们被迫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路，去到达那个我们想要到达的境地。我现在把这个共识正式的向大家提出来，我也期待大家能跟我一起，跟夏衍先生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可以吗？谢谢。那么，在我的舞台上，我也对在座的各位艺术家有3个期许：第一，想清楚；第二，想清楚；第三，还是想清楚。怎么理解这3个想清楚？首先，想清楚，再往我的台上迈你们的第一步；第二，想清楚，再在我的台上开口说出你们的第一句台词；第三，想清楚，再在我的台上做你们需要的每一个动作。瑞春是刘家的独苗。那么，全家人都极力地期待父亲能够留下瑞春，但父亲给儿子说了4个字，叫“我不留你”。大家都记得。儿子怎么回馈的父亲？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一定要去参军。我即便牺牲在沙场上，我也尽了一个中国军人应该尽的责任。这是儿子反馈给父亲的话。第2天清晨，参军报道去了，那可是新婚之夜。这是儿子反馈给父亲的话。第2天清晨，
参军报道去了，那可是新婚之夜，这时候谁最难过？新娘爱珍。那我就有问题了。此时的爱珍怎么想？头一天晚上，她听没听到过父子之间的这番对话？听没听到过姐姐是如何劝阻父亲留下瑞春的？那么在新婚之夜里，短短的这几个小时，这两位新人是如何度过的每分每秒？清晨，看着自己心爱的丈夫消失在视线中，爱珍这时候那颗眼泪是如何流淌下来的？她如何转身回到屋里，坐在那把椅子上？这需要什么？想清楚。中国空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全家人都在欢欣鼓舞的时候，又传来一则消息说，有2架飞机失踪了，有可能驾驶员牺牲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热烈的气氛下，这则消息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这时候夏衍先生给了4个字，叫“鸦雀无声”。我又有问题了。那么什么叫鸦雀无声？戛然而止的声音，还是我从你们的眼睛里面看到的那份担忧、惊恐、微张的嘴唇？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叫“于无声处听惊雷”。满台的演员如何让所有台下的观众感受到这一声无声的惊雷？这需要什么？还是想清楚。还有一个重要的，刘爱庐临走的时候给阿树说了什么？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记住，这儿是我们的家。我这一走，或许根本就回不来了，但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回来，因为这儿是我们的家，祖先留给我们的家。”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话剧1年间啊，现在正在排演。夏总编跟我说缺少演员，你们几个平时不都有说有笑、有男有女的，挺活跃的吗？啊，都去当演员。处长，这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没演过戏，会被导演骂死的。这是命令。是。你看看你们几个，这剧本啊，我是看过的，老弱妇孺什么都有。你看看我儿子，他都去当群众演员了。我在延安的时候就敢上台背诗了，群众演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行行，你别吹牛了啊！等一下再被导演刷下来，丢的可是我的脸。同志们，这不是开玩笑，这是政治任务。保证完成任务。剧组跟战场一样，我送你们去。走。好。哎，我这么厉害，什么样的角色呀？小人。啊，处长。哎。我找你有点事儿。那爸，我们先走。行，你们先去。怎么了？哦，是这样的，我听说咱们办事处会把物资直接送到八路军、新四军的前线去。是啊，问这个干嘛？我没别的意思，我知道咱们八路军、新四军打了很多胜仗，我是个记者，我就想说，跟着你们送物资的机会，去前线采访一下八路军和新四军，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这个方便？先坐吧。你要想去解放区，可是有一定风险的。我不怕风险，李处长，你知道我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行，你现在是救亡日报的人，这件事情我得跟你们总编商量一下，找机会，可以吗？可以，只要您不拒绝，我就有机会。现在排练正缺人手呢，你怎么不去啊？我们总编交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多拍照纪念。哎，我一会儿就要去排练呢，你也给我拍2张吧。行，那我和你一起去。走走走。限15日12时以前。爸，要让他去吗？爸，只要你说一句，他肯听爸的话的。
强，你又输了。你说不会扩大，不会打起来。现在我们的空军已经在黄浦江炸日本鬼的兵船了。对不起，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很好。各位导演，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婚礼那场，我们该怎么解决气氛的问题？气氛不足，我们的群众演员太少了，这样不足以呈现一个新婚大喜的开局啊。我同意。依我看，在生活中，像南方城市这样有地位的乡绅娶儿媳妇，不仅仅是挚爱亲朋，全省的人都会来祝贺。所以，除了剧本中有名有姓的，还要有更多的群演，才能达到那个氛围。难就难在可用的人，我们都用上了，总不能跑到大街上去拉群众演员吧？哎，各位导演，哎，演兄啊，我们来了，大家都过来吧。肖大导演，昨天啊，寿长兄就跟我表达了他有这方面的担忧。今天呢，要感谢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处长大力支持。你看，队伍都拉过来了，请各位导演验收啊！哎呀，哪敢谈什么验收啊！求之不得，太好了，多多益善。快请诸位上台吧！快请，来吧，来吧，快请，快请。你几岁？13岁。13岁。来，你们看看这是谁？哎，这不就是演兄笔下男主角的小表弟吗？对呀。哎，你们这么一说，我也越看越是他了啊。李伦，敢不敢演？敢。各位导演，我在延安的时候就敢上台背诗了，所以我想演这个角色。太好了。哎，儿子都演了，我觉得你这当父亲的是不是也应该上台啊？你看看这一台，就缺你这个年龄段的演员。哎，啊，焦大导演，这可是我们的李克农处长，您就放过他吧。严兄，你这小瞧我了，我儿子都已经上了。今天啊，我们就上阵父子兵了。有什么群众演员，我可以演。好，好，乔，你又输了。你说不会扩大，不会打起来。现在我们的空军已经在黄浦江。停下来，再上一次。来，接词。爸，只要你说一句，他肯听爸的话的。乔，你又输了。你说不会扩大，不会打起来。现在我们的空军已经在。停一下，二位从哪儿来？从院子。在院子做什么去了？去跟朋友们喝酒。喝了多少酒？微醺。我没看出来啊。你说不会扩大，不会打起来。现在我们的空军已经在日本。不动。你在指什么？那儿有什么东西？好了，大家辛苦了，先休息一下。我们导演开个会，谢谢大家，谢谢。过来，着什么急呀？演员现在已经越来越进入状态了，戏是感人的。我看现在唯一的问题啊，是舞台美术拖了后腿。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我们的演出效果。舞台美术的问题我早提过啊，不是说这个资金上的问题吗？我能有什么办法？现实如此，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做权变。我认为啊，这部话剧的内容和众明星的表演足可以征服观众。至于舞台美术方面，如果能到位、能完善，当然是最好，但也要从实际出发。我该怎么理解这个实际出发呢？你们都看到了，就这样光秃秃的台就这样演出吗？菊云导演追求艺术的完美，无可厚非，令人钦佩，但也要看清当前的形势啊。前段时间日本鬼子还3天2头来轰炸救亡日报社，连印刷机都被炸了，只能用油印机来出报纸，因为没有钱买印刷机。我们搞文化抗战，不是靠钱来对，靠的是剧本的时代性，靠的是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菊云导演，在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可不能借着艺术的名义给剧组出难题。我没有借着艺术的名义出难题，我只是觉着起码的艺术标准不能丢吧。那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
也许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资格做这个导演。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冷静点儿。走，大家这种争论也是为这台戏好嘛。我说两句，咱站在演员的角度上，人家千里迢迢从上海到成沙又到桂林，一待就是几个月，没日没夜的排练。人任劳任怨，人这么努力，为什么？不就是想为文化抗战出份力，尽自己的义务吗？我说两点啊，这个舞台美术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看唯一的途径还是要发动群众，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团结呀，对吧？我们不能把这次舞台演出当成一个文艺实践来看，我们还是要把文化抗战运动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平衡我们的内部矛盾，才能让我们的演出顺利的进行下去嘛。哎呀，好了，各位导演，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一下。怎么样，都还顺利吗？焦大导演来的比较晚，好多人都不认识。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漫画家丰子恺先生。你好，焦大导演。这两位也是著名的画家叶浅羽和张乐平先生。你好。还有这几位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年轻的美工师，他们在前辈大师的号召之下，过来给我们做免费的美术设计和场景的搭建。他们不但自带工具和材料，而且连3餐都自备了，绝对不花剧组的1分钱。我们大家对他们表示感谢，谢谢。我们几个事先都认真阅读了剧本，总共4幕剧。我们目前有一个初步的舞台美术方案设想，请各位导演看看。如果没大问题这些小伙子们马上就可以开干了，保证耽误不了演出。这边。李处长，哎这么厉害，还会化妆呢？我也是上过台的人，好吗？你这画的啥这么丑？让我来。咱俩面对面的这种交流。世勋，哎，准备。第4幕的我们是这样。哎，你自己拿着。只怕今天票房不会太好啊。我刚才出去看了，人山人海的，都是来看热闹的多，真正买票进场看戏的没几个。我只怕是热热闹闹开幕，冷冷清清收场，既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也扫了来自各方的演艺人士的心。你也别这么悲观，既然大家都来了，一定是对我们感兴趣的。只要这一炮打响，明天就是一票难求。我对你的话剧充满了信心。小大，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布景。我们以前看戏都是老戏，一桌两凳儿，现在这个是话剧呀。你看，这就像真的一样。要不是坐在戏院里，还真以为进了谁家了呢。乔，你又输了。你说不会扩大，不会打起来。现在我们的空军已经在黄浦江炸日本鬼的冰船了。瑞春，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只听我这一次话啊！限15日12时前归队。好，真的打起来了。爸，那我明天早上走吧。姐夫，跟敌人算账的时候到了。你真的明天走吗？你，要是有车，今天晚上就该走的。不，瑞春，我不让你走，我拼了老命也不让你走。你的爸爸这样老了，你能忍心？哎，大哥，你不讲话，让他走，让他去打仗吗？瑞春，我不留你，可是你娶了亲了，你得跟你的心腹商量。今天是你新婚的晚上，你不能伤了他的心。爸，儿子是个军人，军人就该服从命令。瑞，请大家不用替我担忧。在现代战争中，最危险的不一定是前线，也不一定是天上，而是在后方无防御的被敌人轰炸，比我们在空中作战危险的多了。爸，你放心，我一定打了胜仗回来。等我打了胜仗，我再补请大家喝喜酒。比今天更痛快。要是我真的牺牲了，那也算尽了国民的义务。姐夫，你在这里好好养身体。现在是你做事的时候了，怨过去有什么用？现在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日本鬼的飞机来了！别走开，我们大家在一起。快，别怕，不一定有炸弹。快把灯都熄了！还有蜡烛，快把蜡烛也熄了！不能吹，蜡烛是不能动的。大哥娘来不及了呀！不能动，洞房里的花烛是不准动的。瑞春，别吹，图个吉利。大哥娘，哎，快点让我走的！瑞春，我求你别吹，咱们刘家只有你这房了。真的来不及了呀！哎，我炸死也不给你吹。瑞春。听我一句话，别吹！里面巴掌都拍了几回了，要不咱们也买票进去看看？哎，这戏都过半了，再买全价可就亏了。就是，还是买明天的吧。对，对，今天就算了，咱们看看明天的。问问明天的。哎，今天能买明天的吗？哦，可以。哦，来，把钱都给我，快！来，买5张前排的。哎，好。哦，谢谢。来，票，今天的票还能买吗？今天的票都快演完了。还是买明天的。50张，这戏都要演完了，我可没消灭他，对吧？我知道你们这里是艺人，很多大明星都不许分的。这50张戏票钱，就当做是一名抗日军人的心意，付上吧。还有这样的人，他老是买不看戏的，他就是来追反他。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戏啊！不是戏，是话剧。哎，话剧也是戏呀，看得我一阵阵的激动，我也哭了好几回。这样的演出我看3遍都不贵。再来买啊！买票！今天是我们的首次演出，虽然观众不多，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说明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啊，我坐在观众席上，感觉到我们演出啊，给观众带来了非常强烈的共鸣，很多观众都激动的流泪了。说实话，一开始我还担心桂林这边的人很少看话剧，就怕我们在台上演的卖力，观众无动于衷的。是。可是今天晚上的效果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了。谢谢。没想到今夜的演出这么成功啊！没想到吧？我可是看过剧本的时候就想到了，1年间这个剧本啊，一定会在桂林当地群众中造成很大的反响。处长水平比我们高，看剧本就能看出来。行了，别拍马屁了。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还真是有点经验。这要是搁在和平年代，说不定我也能演上主角。处长，重庆来电报了，对咱们1年间的演出表示祝贺。同志们，既然重庆都已经发来了贺电，今天晚上奖励大家整理内务。哎，你别跑，你也得整理。散了，休息。哎，孙宁。哎。我写了一篇话剧1年间的剧评，你帮我看一下。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希望咱们能够共同署名，尽快发表出去。啊，那我怎么好意思呢？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咱们现在写作是不抽稿酬的。我希望咱们能够一起署名，也是希望借用你现在的名气，能够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篇文章。哎，说实话，这是我沾了你的光啊。您可别这样说，您是我的前辈，您再这样说，我可无地自容了。哎，都是为了工作，咱就别矫情了，好不好？尽快看，我等你消息。好，我马上就看。这个1年间的首演，大获成功，少不了大家的齐心协力。小娥安排的，我做东，请大家小酌一杯。辛苦了都。博士，今天演出很成功啊，田汉兄想请各位导演一起聚一聚。演出成功吗？哎，剧场效果非常好啊，观众反应都很强烈。剧场进了多少观众？花了那么大力气，请了那么多好演员，首场演出进了半场人。我这做导演的，我的脸都没地方放。既然这样，我们的首任指导焦菊英怎么能不来参加呢？怎么能不来呀？肯定得来，这不下一句请了吗？稍安勿躁，一会儿就到。哎，来了，那个，怎么就你一个人？焦导呢？他有些累了，想早点休息。这不是要戳辞吗？演出获得成功，再累也不见得和我们一起喝点小酒也不来啊。对不起大家了，他不来是因为我。早知这样，我不来就好了，让大家高兴。不，这跟你没关系，他是有点生我的气了。你怎么惹他了？我没惹他，只是有些事情我没想到，还做得不够啊。
这也跟当地观众不太习惯看话剧有关系。当地观众不懂，您是大编剧，您懂啊。整场戏，所有观众该有的反应有吗？有啊，每一个巴掌都拍在我的戏眼上呀。所以我们说演出非常成功啊！田汉兄想请大家聚一聚嘛。聚会上说什么？啊，感谢你们对我们这部话剧的不重视。拍一台话剧费尽心血，为什么？是为了给广大的老百姓看。你们不是要请桂林的文化名人来宣传吗？人呢？失职。这下大家都明白了吧？他这种心情呢，我是可以理解的。就好比自己生了一个孩子，总想得到更多人的赞美，可是我们剧场里的观众却寥寥无几，所以他有些情绪，也是情有可原的。这一点确实我们欠考虑了。至少在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桂林所有的文化界、教育界的名人都请到场才对。安和同志说的话呀，正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柯东兄，柯东兄，快坐，快坐，快坐。我给大家念一封重庆来的电报。今夜重庆再次重演1年间桂林同日首演，预祝该剧在两地的演出能极大的鼓舞和坚定两地民众抗战的信念，甚为义士，甚为义士。好。还有一件事啊，咱们话剧在重庆重演成功的声音不绝于耳，连咱们桂系的白长官都已经听说了。没要去重庆看，就要在桂林看。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灰心，1年间这场话剧是成功的。太好了！不管今天有没有满座，我们的演出很显然是非常成功的。只是今后啊，我们在组织方面还要更检讨一下自己。今天的演出就全当是一场彩排。我听说散场之后啊，观众反应非常热烈，都争相购买明天的票。我相信明天的剧场一定是座无虚席。好，我提议为了明天取得更大的成功，来，大家努力干杯！干杯！啊，干杯！来。号外！话剧1年间上演大获成功，观众强烈共鸣，明星大放异彩。号外！话剧1年间上演大获成功，观众强烈共鸣，明星大放异彩。卖报！等等。导演，今天全场爆满，在观众强烈的要求之下，还卖出了很多的站票。不信你去看看，连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呢。早就该这样，要不是昨天的演出效果，今天也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满堂红啊！这比上次咱们招待周恩来那场老戏啊，可强多了。你看这场面。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少爷还在花厅上吗？你找他什么事儿？有封信。信，拿来。爸，是电报。阿庆，快去把电报号码找出来，号码还没有翻呢。上次我健身车该用过的，快，我来翻。你是小人，我知道你。夏总编和我提起过你，是吗？那我可以叫您一声安娥姐吗？当然可以了。
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能跟你聊聊天吗？好呀，这是我的荣幸，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我要去那边拍一下照。快去吧。德才，哎呦，你说要跟我商量2件事儿。对，第一件是明天换了局面，要我出来帮帮场面。你是身金，有身价。第二是要借我这房子用一用。没错。那么我回答您，这第一件，你当我何干什么呢？你狗东西！这狗，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明天，等皇军来了，你们都得玩！狗东西！哎呀，大哥，爸爸别生气吧，对这是猪狗一样的人。老爷，什么船都没有了，只有一条渔船，说要5块钱。走吧，都走吧，给他5块钱，去把船叫过来。舅舅，我们真的走吗？你们年轻的，记住了，这儿是我们的家。这次逃难出去，我大概是回不来了，但是你们要记得，这儿是我们的家，是祖先传给我们的家。方才的巡捕是来找我的。那么于小姐，你不是？不是嘛？也许今后不能跟你们一起住下去了。大家过得很好，已经办熟了。那么你打算？还说不定。要是上海真的待不下去，那么，你们方才不是说我穿看护的衣服很合样吗？那么，我就真的去当看护。到前线去，替我们应有的将士们服务，这多愉快呀！老先生，要是那时候你们的刘先生受伤的时候，我在当看护，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服侍的他很舒服的。你真的要去？大概是。应该这么做。你们年纪轻，要我们子子孙孙不穿木屐，不做日本人的奴隶。就全靠你们这一辈儿了，好好的干！快看，我们的飞机！当真？今天已经是813，一定是我们的飞机来慰问我们上海的中国人的。对了，天快亮了，今天是813，对吧？也许你们的刘先生，也许也在这一队里面吧。什么？瑞春，瑞春哥，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1939年4月，由郭沫若、夏衍主导创作的话剧《一年间》，先后在重庆、桂林公演。这是党中央领导文化抗战的重要实践。一年间用戏剧做武器，凝聚抗战士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的生动见证。话剧《一年间》的两地联合公演规模，不仅在桂林前所未有，就是在中国戏剧史上也是空前的。联合公演是一次文艺界凝聚团结力量的宣示，它深刻地反映了文艺工作者誓与全中国人民一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情怀。话剧《一年间》揭开以后桂林文化城巨运繁荣的序幕。小任，后面有人找你。啊，好。英雄，万万没想到，一部好剧能给观众带来这么大的共鸣，这是任何高谈阔论都达不到的。我们身为戏剧人，一定要有所作为。你说的对，这就是文化的伟力之所在。
是您找我吗？韩大勇，怎么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170师32团第1营3连连长韩大勇向你敬礼。你黑了好多，我都认不出你来了。这才像个军人。是，从军人的角度看，你确实威武了不少。那你去过阵地了吗？有没有在受伤？我们部队奉命驻守在南宁北线，还没有真正和日本鬼子交过手，不怎么会受伤。那你什么时候回桂林的呀？我回桂林有几天了。那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首先得完成任务。对，任务最重要。那你什么时候走啊？是军事秘密吗？那我不问了。小宁，哎，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说，只要我能做到。你还记得那几个你给他们签过名的学生兵吗？记得，当然记得。他们现在在我的连里。真的呀？这么巧？他们看了你在《救亡日报》上连载的南京惨案亲历记，但他们只看了一个开头。他们拜托我，一定要把全文想办法带回去。确实，每一期报纸的版面有限，要分开连载，很多期你们都买不到。那我们在前线，可能就看不到后续的连载了。这样，你在这等我，我就把稿子拿过来给你，你带回去给他们看。哎，等等，啊，我跟你一块去吧，省得你来回跑了。嗯，好。韩大勇，那给你。这是你的亲笔签名吗？啊，这个就是。它会增强我们前线战士抗击日寇的作战信念。陈司令，谢谢。嗨，这有什么可谢的？陈司令，怎么了？你不是问我什么时候走吗？我可以告诉你了，就是现在。这是钢笔送给你，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作家的。韩大勇，你一定要活着，一定要活着。一年间的演出，在桂林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这是中共勾结桂系搭台唱戏，笼络人心。卑职认为，此事断不可继续放任，应以桂系严厉警示为要。吕文洲，上峰回电，立即报告。是。
在乐群社里突然消失的2个人，我终于找到了，就藏在富龙界，但是他们有人在保护着。刚刚他们下了暗号，招来保护的人到医院为他们买什么药，抓紧行动吧，别让他们又失踪了。你弄清楚他们是什么人了吗？目前还没有搞清楚。你连身份都没搞清楚，怎么行动？八路军办事处保护的人是绝对不利于党国的人，不利于党国的人多了，我们能抓得过来吗？上峰多次电令我们不得擅自行动，我没告诉过你吗？是。那我们还继续盯着吗？必须盯着。上峰不让我们行动，不是永远不行动，只是时机未到。你把他们给我盯死了。是。